泰国免签了，是不是拿着护照就可以来泰国了呢？以后来泰国养老还要办养老签吗？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范，生活在泰国10多年的老泰漂。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周六会更新美食探店的节目。那今天这一期呢，是一期加更的关于泰国免签的话题。2024年开工第一天，中泰之间就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1月2号的时候，泰国总理赛塔发布了消息称，自2024年3月1日开始，中泰两国将永久互免签证。นะครับว่าเขาจะมีการยกถาวรเริ่มต้นวันที่1 มีนาคมแสดงว่าไปกลับทั้ง2ประเทศไม่ต้องมีวีซ่าซึ่งกันและกัน。这个消息一出，关于泰国的搜索量环比1小时增加了90%以上。国内像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到曼谷的这个航班搜索量也是瞬间暴增。这几天呢，我也是陆续会收到来自4面8方的朋友的一些问题，比如有人问我，泰国免签了以后，我回国是不是很方便呢？以后他们来泰国旅游的话，是不是拿着一本护照就可以了呀？甚至还有人问我，以后来泰国养老是不是不用再办养老签了？那我今天呢，就来聊一聊永久免签。首先，我们来解读一下免签这个概念。免签指的是针对停留时间不超过30天的游客实行免签政策。也就是说，这个免签其实针对的只是来泰国旅游的人群，而且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30天，180天内，也就是半年内停留的总时间不能超过90天。我目前还不知道这个免签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硬性的条款，但仅仅是这一条限定，对于大多数想要在泰国长期居住和生活的人来说，这个免签的意义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但是我们凡事都会有但是嘛，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这个免签还是会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这个便利的。比如说，想要办养老签证的人群，可以利用免签呢来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先利用这个免签来泰国生活一段时间，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这边的风土人情，体验一下这边的生活，这样可以就是更加确信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适应这边的生活，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去办这个养老签证。那其次呢，就是想要来陪读的这个宝爸宝妈们，当然肯定是办理这个陪读签证是最方便的，但是在这个陪读签证没有申请下来或者是办理不了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个免签的便利性，由家庭内的不同成员轮流制的来陪读。还有就是像在中国北方大多数地区，冬天的时候会非常冷嘛。我知道像东北的话，很多人会有这种候鸟式的迁徙，就是在冬天的时候跑到南方去生活。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去海南、云南这些地方。那未来的话，可能就又多了一个选择是泰国，用免签入境。待够30天，然后可能去泰国周围国家，比如说新加坡呀、马来西亚呀、老挝呀、越南啊这些国家，随便哪一个去玩几天，然后再次入境泰国，再待30天，再出去玩一趟，再入境，再待30天。那待够90天的话，一个冬天也差不多就过去了。免签的话，对于我这种在泰国工作的人群来说，意义肯定就没有那么大，因为你在泰国工作肯定是要办理工作签嘛，你持其他的这个签证在泰国工作是违法的。这我可以后面再单独的讲一期关于泰国工作证和工作签的问题。那对于我来说，这个免签最大的意义可能也就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亲戚朋友想要过来看我的时候，他们会比较方便一些。最后，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可能就是，免签之后是不是拿着护照就可以来泰国了？根据我之前在机场做志愿者协调，以及我一些朋友免签入境的这个经验来看，还是需要准备一些资料的，比如说，往返机票的预订单、酒店的预订单。
这个是不需要打印出来也可以，只要你有这个电子版本就可以。还有就是一定数额的现金，又或者是展示你在这个支付宝或者是微信支付里边的余额，就是要能够证明你来了泰国之后是有这个消费能力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一定会用到，但是它可能会抽查，它抽查的时候你就要能够拿得出来。还有就是登机牌一定要保留好，因为你在入境的时候，移民局警察大概率是要你出示这些东西的，所以在入境之前登机牌一定要保留好。泰国的免签政策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早在之前很多欧美国家就已经不需要申请这个签证入境了。那泰国对中国的免签政策和对其他国家的免签政策是否一样呢？在区别上肯定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现在泰国的话，根据我查到的信息是针对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有免签协议。这个免签协议呢是分了不同的这个类型的，比如说像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秘鲁这5个国家是享有90天的相互免签。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越南、老挝、蒙古以及俄罗斯享受的是30天的相互免签，柬埔寨、缅甸则是14天的相互免签。而像美国、英国、日本、西班牙等50多个国家进入泰国的话呢，也是免签的，最长的停留时间也是30天，但是他们会受到入境方式的限制，比如说1年中通过陆路和海路入境的次数不能超过2次。但是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等这些和泰国比较邻近的国家，他们享受到的这个免签政策呢，就会相对的更加便利性一些。比如他们免签的话，也是可以进入泰国停留，最长30天，但是他们不会受到这个入境方式和次数的限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免签国家和地区。不过这些国家和地区呢，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入境才能够享受到这个免签政策。最后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在查询这些资料之后，发现持泰国普通护照大概是可以在全球80多个国家，享受免签、落地签以及电子签证。而作为东盟国之一，持泰国普通护照去东盟所有的国家都是免签的。哎，我突然就很羡慕身边的泰国朋友呢。想要了解泰国更多资讯和话题，记得点赞关注哦。